最近天气太热，今天下雨比较凉快。对，新的车，哇，我们制作组每次都给我们惊喜，对不对？你看，这个可以开的，这个。我们进去里面看看一下，看一下。来啊，哇，空间很大哎，很适合我的脚哦。来，哇 ，Hello，你好。哎，哇，真的不错嘞！哎，你看，下雨天我们都看到外面下雨，而且你看，舒服吗？很大，很舒服。对。人家说啊，贵人出门遭风雨。今天谁是我们的贵人？你是我们的贵人，应该是他。哎，对了，你去了一趟马来西亚，有没有吃到便宜好吃的榴莲？有哎，我才发现到，其实榴莲有很多品种，对。因为以前我认知的就是 D24，然后猫山王，然后现在什么黑刺啊，我都在想，哎，有什么不一样？虽然我没有跟你去马来西亚品尝，但是我们今天会吃到什么美食？那会不会跟水果有关的？哦，也对。水果其实也可以做菜，对不对？我举一个例子哈，东北的大肠爆炒什么，你知道？凤梨很好吃。炒凤梨。对，酸甜。哦，我懂，有一个那个泰国的黄梨炒饭。啊，对，差不多一样。那我们看看今天的食材到底是什么？OK， 好，来，1、2、3，等等，3，等等，吉他。我以前好像有卖过吉他的，因为那个样哦，你把它杀了之后，那个风干的时候，是不是像一只那个吉他？所以我就取名吉他的。你有卖过？呀，对，以前我做过。会不会鸭？不懂嘞，鸭肉。什么食材跟音乐有关系？食材有可能它的名字跟其他，还有其他的什么食物？它有另外一种名字，六弦琴，对牛弹琴，对牛弹琴。哎呦，有可能呢？这样跟牛肉有关。哦，对，我们猜到了，还真是对牛弹琴，哇！那你为什么会想到是对牛弹琴？因为我上个星期有上过一个那个成语课，然后就学到那个对牛。哦，因为刚刚好我们提到琴、六弦琴啊什么，这他就赶快想到你哇，所以这个老师教得好。OK， 如果真的今天吃牛的话，我知道新加坡有一家以前在小坡那边，它是干的，它有勾芡，然后淋上去很好的，对。那我觉得那个，我跟你讲，牛肉很好吃，你不要流口水嘞。OK， 还有传统的料理，还有什么牛肉河粉有没有？牛肉河粉有啊，牛肉河粉有啊，我是有听说过这个。哦，你想到？我知道了，以前在给了一个很出名的煮炒，牛肉炒芥蓝菜。不然我们直接开来看啊，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第一道那个美食将会是什么。我们的传统料理是哒哒。哦，这中菜了。你看，有八角、桂皮，还有丁香、牛骨茶、桂皮、肉骨茶也这样有啊。对，可是我们今天不是会不会是炖红烧牛肉面啊？牛肉面他们会不会炖？药材牛肉面哦，会也是会。我觉得最靠近的应该是牛肉面。锁定答案，牛肉粿条，牛肉粿条，牛肉河粉。看，期待。看咯。我们城市客要去吃传统美食喽。OK， 来，哇，来弟弟，来，哦，来，关门，来，这样不要走，来 ，OK， 来，等我，对，这样关门。哦，下雨天其实气氛也不错，3个人下雨天吃热的东西很好。哎呀，看看我们第一道传统美食是什么？来，好，来，再见到传统美味。而且你闻那个牛肉汤里头，对，就是有那些药材的味道。是，这道传统美食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吃过了。我记得在以前小的时候，在这个小坡有一间戏院叫奥迪安，对面就是它，就是这家。哦，这家，对呀，同样的，对呀，已经我多大它就开店了。1948年呢，我是1948出世的，有70多年的历史啊！你看，我爸爸在1948年在小坡鹅店附近，在路边摊卖牛肉面，到现在大概有60-70年以后。
用的药材啦、配料啦，都是跟我爸爸用一样的，没有改变的嘛。当年我是这样吃的，你看牛肉一样啊丸，还有呢牛肉，片你看看这一个才是好料，对他们给很这个多，生牛肉片，哇，哇，还冒烟呢。对哦对，哇我跟你讲 OK 那个生肉也是不一样，因为它是白灼的啊，所以很甜。这个生肉呢，如果太熟的话，它的这个肉质就柴了，柴了就不好吃了。其实我觉得它的厚度哦是刚刚好的，它不会太厚太薄，因为有时候如果太厚的话，你是咀嚼它，有时候会觉得很累啊哎。太薄你就吃不出那个牛肉的味道。沾上了这个酱汁的时候呢，吃下去那口感刚刚好，比较偏甜啊，有一点鲜甜的味道了嘛。是是，好的，弟弟，弟弟的觉得是汤的怎么样，你喜欢吗？以前有没有吃过？以前好像没有吃过，因为它是属于古早味的。那个汤头怎么样？好喝吗？有一个很浓的一个药材味，然后有一点胡椒，它加了胡椒，我觉得有一点像那个肉骨茶。对对对，像肉骨茶，因为肉骨茶里面也是有放这些香料的。我觉得它的汤他们熬了，他们用的这些药材啊，哇，刚刚好。因为有时候你觉得，如果他们放太多药材的时候呢，那个味道太重了。还有，因为有加上那些牛肉啊、牛肉丸啊，带着一点香甜的味道，对吧？汤头就是里面要有骨头啊，有牛肚啊、牛腩、牛筋下去熬。药材的部分我们有10几种，一般就是八角、丁香、小茴香、桂皮呀这些磨成粉，然后包在一个袋子里面一起熬咯。我们就是提前晚上要回之前就已经放下去熬，早上一来就可以卖。哇，我知道那个牛肉片跟那个牛肉丸哦，哇，各自都有不一样的那个口感。牛肉丸呢，真的是满满的牛肉辣，跟我想象中有一点不一样。这是牛肉丸。牛肉丸的制作方式是怎么样啊？我知道以前就是用2根木棍这样打的，这样打牛肉，还是那个钢的，打着让它松啊，让它让它松给它有起来对吗粘性的。现在好像说啊打鱼丸这样了，它越打它越脆。啊对对对人是不打不相识啊，牛肉丸是不打不成丸呢。好吃吗？哇，在品尝他在想在慢慢品尝什么味道？鱼丸好吃还是牛肉丸好吃？我觉得那个牛肉丸好吃，因为那个牛肉比较结实，可以吃到那个肉。可是那个鱼丸是比较 Q 弹的那一种。哦，但是我小的时候我吃过牛筋丸，牛筋丸的口感是不是应该比较有弹性的，比较 Q 弹的，对最吗？主要是有劲，它有油劲，就是你在吃的时候有劲，那个有点脆脆对对对，那个在里面。可是这个里不一样头，这个里头，这个是肉的，这个是肉丸啊。还有啊，你不要小看这个芹菜，配下去味道更不一样，会提味。说到提味，我刚才加上那个辣椒，对那辣椒带着一点酸酸的味道，对吗？然后这个酸酸的味道搭上这个鲜甜的味道在里头哦，哇！我觉得这个味道有点像我们以前妈妈去巴萨买一瓶那个什么，好像小虾米做的那个什么。金加肉，他们叫做金针肉是吗？是吧？我不懂他们叫，做但是这个好像这个味道有点像。我现在放一点这个辣椒跟你放辣椒进去，我觉得叫什么金椒肉哈。金加肉。 OK 好，他说味道又不一样了，我试一下看看。怎么样？我跟你讲，很好哦，因为你加上那个辣椒，不见得，我喜欢原味。我喜欢比较喜欢加上那个辣椒，真的。可是潮州人喜欢比较清淡的东西，我觉得它的原味就很有满足感。这个算是米粉还是面啊？我觉得是粗米粉啦，可是他们用的这个我觉得很好，因为呢它够宽嘛。通常如果你用这种哦，它沾上这些酱汁了之后呢，你吃下去哦，里头就会有那个面跟那个酱的味道，就很香。我们的干的牛肉粉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的卤制跟外面又有一点不同，因为我们是用特别熬制的汤头，然后我们加的那个番薯粉有比较均匀的打出那个香滑的卤制，所以吃起来比较香跟滑。不错，找到宝了，这是宝来的哦，这种牛筋啊，牛筋对吗？牛筋耶，它的牛筋真的是很有嚼劲，而且你越咀嚼的时候呢，就有一点那种
slimy 了，懂吗？不是，它是很有筋道，就是你咬下去，它爱断不断的那种感觉就很好。它一直咬它，一直咬它。所以有牙齿的人很喜欢吃这个。所以小安这些你不敢吃啊？牛肚啊，牛筋啊，啊都不敢。你都不敢吃。那你敢吃什么？肉圆跟那是肉圆跟牛肉片而已啊。对。好。太多年没有吃了，回味无穷。停了耶！啊，雨停了，太好了，来，上车上车，我们再找下一道美食，来吧。哇！哦，太好了，今天这道牛肉粉，我觉得还是老样子，没有什么改变的，真的，所以它还是保留那个古早味。对，我吃了这个牛肉粉，里头那个料啊那么多。弟弟，你是有吃过牛排的对吧？对。通常吃牛排的时候，你会吃几分熟？7分熟到全熟吧。其实你们知道，用你的手哦，你是可以看出来哦，那个肉几分熟了。哦，就是摸一下是吗？啊，你摸你自己的手，所以如果你这样放的话，这个是3分熟。按这个拇指的下面那个很大块的肉啦，那边那软一点啊，软一点。然后你继续的话下去，就是5分熟。OK。你再继续就7分熟。7分熟。到了最后呢，这个。Well done， 你按的时候啊，全熟你按，是不是很不一样，对吗？所以小安，你这样按，你是不是通常吃的是这样的？看一下，这个啊，它的是这样啊，7分熟跟 well done。不过我跟你讲，牛肉是可以生吃的，对，因为他说牛肉哦，它里面有一层那个薄薄的膜，是可以抗御那个入侵的。而且我知道，就是牛肉里头的那些寄生虫啊，它们不会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就是生蛋所以牛肉其实跟鸡肉跟其他的肉类呢是来的不一样。我通常吃的那种 medium rare 的啦，没有那么熟的。你切那个牛排的时候，里头就会出来那个血水。那个不是血水，那个是血水啊。那个是那个肌红蛋白。肌红蛋白是肌肉组织的蛋白质，很像血红素一样，可以运输氧气。哦，就是负责就是带氧哦。带氧的，对。所以这一道是肯定跟猪有关系的。对啊。牛啊！我现在猪牛不分，也不能怪我。到了中午的时候，我还没有撑醒。创意料理对吗？是创意料理，是创意料理。来 ，OK， 好，我们看。哦，你看，来。哇，这个很贵，这烤的呀，贵哦，我知道。给观众看一下，给观众看一下，哇！今天呢，哇，他们直接放出来，太有口福了。你没有看过啊？你应该是没有看过，你有吃过吗？我跟你讲，这个你看，跟你讲里头啊，哇，是好料。这是梨子。好，这个很少有的。不是梨子啦，这是 cheesecake。不是 cheesecake。对，你应该是没有，他没有吃过，没有吃过。我有吃过啦，英文叫做 bone marrow， 牛骨髓。它的口感呢，其实就像 jelly 这样啊 jelly 油的，很油腻。我不懂为什么人家会喜欢吃了，我觉得对身体是有好处，很有好处的。不然它给的成分不是很多的，你就这样一个汤匙这样吃下去哦，就很贵哦，好像吃精这样哦。这样不可以细的啊？应该是吸的吧，就是你嘴巴。那个骨头放进去嘴巴，然后你在那里。对呀。小安，你敢吃吗？敢吃啊，因为不是有那个血还是什么的之类的。骨髓你敢吃了？对。那为什么你刚才不要吃牛的筋？这个是骨头啊，我可以吃啊，不是那种软软的东西。哦，你不喜欢软软的东西，可是里头那个。它真的是软软。等一下，他吃就知道。他吃的好像 cream 一样。等一下啊，没关系。等一下你吃了就知道。对。现在我们要去吃创新料理了。应该是在这里了。OK， 来，上车，来，快点 ，OK， 快点，哇哦，快点，哦。在 The Masters 呢，我们是希望顾客来这边的时候，第一点呢，会欣赏到我们厨师的烹饪的创意和那个心，所以你来到这边呢，你会感觉蛮 casual 的，可是东西呢都很 fine，
最重要的呢是我们的价钱很亲民，也是希望呢我们的食物呢变成很大众化。哦， 3个面包，谢谢你哦3片面包，就2个耶，没有因为他会拿3这一个。根切成2片，蛮用。哦，也对 OK，对，谢哇谢。这根牛骨髓我看过听过，没吃过。我看过、听过、有吃过，我这个就是没有看过、没有听过、也没有吃过。很好。你等待过，来，你先闻一下，闻闻看你。闻一下，你觉得它味道怎样？要慢慢享受的，我这边都闻到味道，很熟悉。这个味道真的是很熟悉的味道，但是这个真的好像是香菜哦。这个是香菜，我觉得上 OK 面这个是香菜。但是这个黑黑的，我跟你讲，应该是那个大葱跟蒜头鸡蒜啊，爆油鸡蒜，我觉得紫色的我觉得是有鸡蒜紫色的，那个味道就是那个油啦，我觉得他对了，们用的就是油啊就。是跟那个。可是我跟你分享一个 Yeah 很有趣的东西哦，嗯就是法国人他们就说嘛，如果吃到这个牛骨骨髓髓啊其实呢是很像他们神做出来的牛油，你可以想象哦，它有多精致啊，真的啊有多美味啊，难怪我听说这道呢是天下美食。一定是哦啊，所以如果神能做出牛油哦，它将会是牛骨髓。所 OK 以你们吃的时候不要浪费哦，不要直接吃了然后吞下去哇，你要慢慢品尝它的味道，让它散发出来之后呢，然后再吃下去。一定要慢慢品尝 OK 因为它的量不多。通常他们说呢，你要涂在面包上的。对，所以他已经准备了可是上片面包。我想吃那个纯味。你好来来，你的来汤匙给我啊。小安你也来。对。那是什么？哦啊，哦，哎，这个你试试看这个料。通常我们吃牛骨髓上面是没有这个的。哎，这样你可以先试试看，试试啊不要吃太试试多，因为它是应该有牛油的，怕太腻。哦啊，哦，哎，这个你试试看这个料。通常我们吃牛骨髓上面是没有这个的。这很特别哇，这个很像我在一个餐厅吃过的那个蜗牛一样。蜗牛，蜗牛啦，是蜗牛。这样还在给我们加料。这样才叫做创意料理吗？ Yeah 因为通常我们吃的是只有牛骨髓，可是没有创意它因为没有啦，哦它就添加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就这个蜗牛在里头。所以蜗牛一出啊现就变成创意料理。而且我觉得因为搭配的很好，因为通常你吃蜗牛的时候呢，那个口感是比较油的，然后呢，他们就会放一些香料在里头。我觉得吃的时候就有一点那种很香、很顺滑、很滑的感法国觉。蜗牛哦，其实已经是一道名菜了。现在就是有看这个骨髓了。哇，我这在发抖嘞，简直就像 jelly 啊，像那个哦不容易胶原蛋白。哦，这个试一下很珍贵呀。当然是很珍贵的。OK，哇来，哇，这个很多满满的一汤匙，那这个终于可以用到那句我们常用的入口即化。哇，我觉得应该是啦对对对。重点是要问弟弟，因为他是第一次吃过，我也是第第一次吃的哦，对了，你是第一次，可是他是第一次看到，第一次吃到，所以你终于让他觉得怎么样？等到没有？我跟你讲，这道菜像不像在吃那个卤猪脚的那块肥肉点？是有一点。对啊，有一点那感觉，但口感一样，但是它味道不太一样。它的味道会比较偏香一点，可能是它的这个香料的它关系。味道来的比较重，而且呢，你吃下去的时候而且比较油呢，很油 Yeah 然后呢，它的味道就散发在里头，然后像 jelly 这样一直滑来滑去，在滑的当它就会融化掉，融化的时候呢，你吞下去，perfect。我终于最后拿到那一大块这个牛骨髓了。这个汤匙很大，你吃这个哇，怎么样？原来咬下去是有一点点好像那个 jelly 的那种是，感觉。它就像 jelly。其实你不用咬，你让它哦在你嘴里头哦这样摇晃哦，它会融化掉。但是它的油腻呢是跟牛油不一样，这个可能是他们这个牛骨髓特有的味道，有一点香气。我觉得有一点像 lemon jelly 一样，又有一点酸酸的，然后又很像 jelly 一样的那种。讲真的，真的是整片很像
豆花。你会觉得豆花你一放进你嘴巴，你把它挤过你的牙齿哦，那种感觉就全部不一样了。我觉得我不懂你们怎么听得懂啊？可是我解释的这样哦，你们知道豆花通常你们吃哦，你们就会把它推过你的牙齿，你们一定有做过的。没有你不要骗，你们就这样，然后它就然后全部出来，然后你就吞下去。没有，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少有牙缝的，只有老人家有牙缝。有，你为什么有？有牙还是有。你看旁边这边，它一定可以挤那些那个牛骨髓出来了。这道菜的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先把那个 bone marrow 放进水里面，放了一点点盐在里面，把那个血腥的味道去除它。差不多蒸了12个小时，把那个盐的味道入进去那个 bone marrow。第二个步骤呢，我们会把一些香料混合在一起，比如蒜头，有 Italian parsley、chive， 还有牛油、橄榄油，一点点盐和 pepper， 所以我们把它混合在一起。当我们有 order 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 escargot 和那个香料 mix 在一起，放在那个 bone marrow 上面，再拿去 bake 它，差不多有20分钟，然后就会拿出来。你吃了之后，你觉得怎样？我觉得这个酸酸的面包配这个就不会腻了。哦，这酸性面包因为很有时候如果健康的。你单单对吃这个牛骨髓，就会觉得那个味道太重。 ，OK，你看我现在涂了这个香料在上面的。我觉得他们制作的这个绿色的东西哦，哇，很特别。它也不会盖过这个牛骨髓的味道，懂吗？因为如果那个味道过于的重的话，你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会觉得香料啊全部盖过去。可是它不会。对不起，因为我刚刚你放涂了那么多很多，所以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样。我已经是被它的香料盖过了，盖过去了然后那个好像等于是牛油这样推过去，有哦，就是要有润滑了这个。个面包而已。不过也是有它的味道在了，不错。我有一个很好奇这个问题，那个伊利他们点上去的一点伊利这个是什么来伊的？利是什么？我看它酸酸的，醋啊，不是醋。我觉得好像是果酱，哈，酸的。问老板，知道是问老板。什么吗？老板，哦，这是 black garlic puree。哦，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咖喱哦。因为我觉得它的酸哦，不是那种酸到你不可以去享受它。没有，它很它的香，酸度啊，很香很的香对对然后就在里头加了一点层次增添啊，它的提味了，也就是嗯简单讲。我们选 black garlic 搭配这道菜呢，是因为 escargot 和 bone marrow 都是需要用到很多蒜头。我们觉得黑蒜头有带出不一样的味道，比如酸性的一些味道，让这道菜有不同的层次感。小安吃一下你，是这个，真的很香，觉得怎样？香。很香，你不会觉得它过于的那个酸还是什这么？边一个哦，你喜欢吗？我喜欢的。喜欢了啊，全部吃到完了。来上车吧。哇，来哇哦，呀呀，哦可以来。哦， ，OK，你们还喜欢吃牛的什么部位呢？我最喜欢吃 tenderloin，哦，tenderloin 啊，我知道在哪里，你看你。知道在？哎，哇，有备而来呀，在那里，啊来给观众看一下。哦，在这边。 tenderloin 也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它是最贵的部分，然后牛整个身体只有一个，然后还有不是只有一个啦，是比较稀少啦，比较那个肉啊那个部分很小。一头牛这么大，那么一片这么小，难怪物以稀为很贵。贵对吗？OK，那就到我了，我继续你喜欢哪啊！我跟你们分享上面这个，它叫西冷。然后为什么我会介绍这个呢？它的肉呢，它的口感啊会来的比较韧性，所以你需要咀嚼它多一点。可是呢，重点是它那里呢脂肪很多，一层的这个白色的脂肪，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想要吃这个部位呢，是因为那种口感比 tenderloin 呢有一点不一样。好了，你们中间上面都选了，我就选下面的牛腩。牛腩在哪里？哎，肚子啊，在这个啊肚子附近啊，这边对了，哦牛腩面牛腩。我跟你讲为什么呢，它的这个肉质是怎么样的？它是有瘦肉啊跟白肉相间瘦肉白肉，所以这肉又甜又香，多数是拿来红焖。哇，你这样说哦，我们好像
牛的每一个部位都可以吃。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发现，原来我比较喜欢下部的。我是比较喜欢它上面部的。我是中弟弟最聪间的。明的，最聪明的选那个最好的。所以我跟你讲，到现在我讲我们合作愉快，你不用抢我的，我不用抢你对，各自吃自己的就行了。OK 啦，我们第3道你再怎么搬过来一下。我说是梨子还是什么？甜品啊，哇，牛肉的甜品，牛肉有甜品吗？那个我就不知牛道。肉，这样我们想一下，牛肉有什么适合小孩子的？我觉得牛排哦，牛排哦，牛排，搞不好就是他喜欢的，他就是喜欢那个部位那个稀有的，物以稀为贵的，最贵的那个部位。OK 啦，我们直接开了，看一下啦。OK。蘑菇。牛排牛排有时候也会放这个香菇在旁边。对，可是有那么简单吗？你不要把东西复杂化嘞，我们要把复杂简单化。我不是故意。你们是很破坏。哇，它的破坏香菇哦，很容易被整断。这样会不会是汤类？小朋友喜欢吃吗？蘑菇。我上次我妈妈有做一个牛肉，可是里面是放 cheese 的，也是很好吃。cheese， 牛肉里头放 cheese， 不是那个蘑菇里面放 cheese， 这个我听说过。生吃客要去吃我们小朋友爱吃的料理了。拿帽子 ，OK。哇，来，去哪里？等我。来了，哇哦，谢谢，哇 ，Thank you。只是看到这个摆盘就已经有食欲了。这个就是 Beef Wellington， 可是它呈现的方式呢，跟我平常看到的不一样，有一点像那个 chicken pie 的味道。是，因为它的酥皮那个味道，所以里头我不知道有什么啦，因为。据我所知啦，我知道那些 beef Wellington 里头就是他们用这个一块这个牛肉，然后用那个酥皮酱啊，然后包起来之后呢，他拿去烘啊，拿去煮啊，不懂做什么的。对，真的很适合小孩子，一定是很喜欢的。你会喜欢？来，小安，你有吃过吗 ？Beef Wellington？Beef Wellington 我第一次吃。哇，今天他第一次吃过很多东西。馅料不一样。哇，这个很香嘞！我一直闻到那个香味。但是你看，我觉得厨师很有用心，因为他做小一点。对，我们的很大个，他的小个一点。不要紧，如果你吃不够的话，我这边还有一半可以给你。哦，哇，你看你的有这个肌红蛋白，不是血啊，对。哇，跟我们的不一样嘞。你们是7分熟对吗？啊，对。我的是3分熟的。哇，其实他这个师傅控制得很好嘞。哇。有牛肉的香味，闻到了，然后再加上这些是什么来的？这个里外都有菇啊！哇！啊，对，你闻这个，呀，它是9岁它这个比较咸，应该是有来调味，要配合这个牛肉的。这个真的是很像你刚才所讲的这个 chicken pie 对吗？它外层是很脆，然后里头是因为沾上了那个牛肉的那个汁哦，然后你吃下去的时候那个口感哇，非常的香。其实你们知道吗？这个蘑菇哦是 Beef Wellington 的这个灵魂。你比我厉害，因为我对牛肉真的是所以他们会做出这个蘑菇嘛，然后里头的这个味道呢就会散发到这个牛肉的身上，然后你吃的时候呢加上那个酥皮。哇，脆脆，然后嫩嫩的那个牛肉搭配在一起，就是说这个牛肉一定要配这个蘑菇咯。做我们 Beef Wellington 有4大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做我们的 mushroom laksa。mushroom laksa 就是用红酒来炒我们的蘑菇，要先把蘑菇打烂它，找葱头打烂它，拿 butter 来炒，炒了后放红酒，再放我们的蘑菇下去。给它炒到2个小时，给它干去。第二个步骤就是拿我们的 tenderloin 切好了后，就要拿来烤，就是我们炭烤，烤大概3到4分钟，希望给它的 juice lock 在里面。第3步骤就是要用我们的酥皮包我们的 mushroom laksa， 还有我们的 tenderloin 切好 tenderloin。第4步骤就是放进烤炉里面烤，一烤大概10到15分钟就好了。
所以小安跟你平时吃的其他的食物有没有什么跟这个很相似的？我觉得平常吃的那个 chicken pie 是比较甜的，可是这个是有一个蘑菇的香味，比较特别一点。啊，就里头有那个鲜味啦，那个蘑菇。对，我跟你讲，这个酥皮啊加上那很脆哦个蘑菇的那些碎，我觉得口感蛮特别的。外面是酥，里面是啊，它的软已经吸收了这个牛肉的汁，还有那个蘑菇的，蘑菇的，应该是蘑菇的汁对也是。我觉得这个皮烘的刚刚好，会不会那个口渴？因为我每次吃 chicken pie 都会口渴。哦，因为不是要喝偏干呐，因为有时候那 chicken pie 里头那个馅料呢，那些汁比较少。对，可是这个很多汁。所以哇，这道呢，据我所知，我知道是一个很难做出的一道菜，所以要好好享受，不要浪费，吃完。你要不要一点我的这个3分熟的这个最好了？你要试一下。来了这个比较嫩的这个牛肉呢，加上这个脆脆的这个酥皮。好。所以哥哥，我要问你，你那个肌红蛋白会有那个血的味道吗？哦，你猜了。你猜了，你就跟我讲有没有那个血的味道？有没有？这样有一点点。是一点点啊，那个味道不会很重，可是它的肉质呢就不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到你吃的这个7分熟，跟我这个3分熟的肉质会不会不一样？不一样。这个比较软一点啊，所以我们会选择这个。但是老实讲，因为我是第一次吃这种半生熟的牛肉的，我吃的时候我都不觉得它有血的味道。其实我跟你们讲啊，这个 beef Wellington 它算是一个 atas 的一道菜。就是通常都会在高级餐厅啊，你才吃得到的。可是呢，你看我们在这个咖啡店，也是有机会吃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创业，对，就是高手，他是厨房高手，他自己就来开，那这个价格呢，就当然比那些餐馆大众化一点。给我这种哦，通常不去高级餐厅吃东西的哦，可以来到这里呢，吃到这种atas的这个。我怀疑你常常有去高级餐厅。我没有啦，我没有啦。我觉得你西餐的这个知识蛮好的，对啊，不错。哇，你看弟弟都要吃完了，你要不要再叫多一个？刚才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到你的会比较小？对，你的是 mini beef Wellington， 是适合小朋友的。然后我们这个是那个 normal size 的那个 beef Wellington。我跟你讲，你不用担心小安饿肚子，做多一个，他还有很多小孩子喜欢的薯条啊，也可以吃啊。你还没有好好的享受，你都好像没有吃过。快点吃完了，我们已经吃完了3道，对吗？吃完3道应该可以收工了啦，对吗？啊。对吗？我们吃完这3道，因为通常吃完算了。哎，有东西来我，忘记了。这个节目不只是要吃3道，还要去体验一样东西啊，一个活动啊，还是有忘记什么？我们有一个活动哦，我们忘了。对不对？快！没有，等一下，你们猜大概是什么东西？可能去看牛场。我觉得是有可能去喝新鲜的牛奶。跟牛有关的啦，我觉得应该是跟牛有关的。对呀，要不然就去看看马铃薯。哎呦，这个都是配料啊。对。我跟你讲，开来。弟弟，你开一下。什么来的？对。哎，好像是那个什么春卷啊。春卷。这个不是那种kombucha。他们泡那些水在里头啊。薄饼。有黄黄的，又有绿色的，还有个盖哦在上面。啊，有盖咩？哎，上面这个不是盖咩？打开。哦，我还以为是那个皮，那个粉皮。可是这个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呢？不懂。不懂的话就去找答案哦。去找。对哦。啊，去哪里找？去找啦，去找，快点。去运动一下吧，走。哇，艳阳高照，但是空气很好，还有一点风，凉凉的，还不错。太阳很晒。哎，现在我们有目的的嘞。对，我们要找这里的负责人呀，找一下。来，这边。有人。哎 ，Hello， 您好。你们好。你好。我们是3次课的主持人，请问您是？我是黄正康，这里的经理。哦，黄经理，您好，你好。所以正康叔叔，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个一袋袋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个叫做菌包。啊，你可以理解为像种子这样。那么菌包其实是拿来种成菇的，所以里面有菌种，就是蘑菇的那个，可以理解为像 seed 这样，它会从里面这样子长出来，它是放在里面，对，然后再慢慢培植出来。对，是的。原来我们刚刚吃的蘑菇是这样种出来的。是，不然我带你们进去看，好吧 ？OK。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金毫菇。这个好像在市面上很少看到的，其实，在超市找得到。找得到？对，我没有吃过。
它是有什么特别的？啊 OK， 它的口感有一点Q 弹，有点脆脆的。哦，简单炒的你是说生吃还是煮熟？啊，煮熟。煮熟还是 Q 弹的？对对，真的没有人会生吃蘑菇了。有啊，有吗？我们比较建议还是煮熟比较好。是。对。你们要不要试试看动看？可以感觉到它的那个脆的对，那个感觉它的哦，有，还有饱如果足感的。你不小心这样挤它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些咔啦咔啦咔啦，对，真的把整个扒下来啊！哎呦，不可以吃的啦。它的是 OK，因为我当时想黄经理说有一个特别的味道，对，我就想它有点像海鲜的味道这样。那你们一个菌包哦，可以用多久？种植这个金蚝菇只需要大概5到7天就可以收成，很快。5到7天就可以收成了。对哦，现在我们看到有些小小的，这个就是刚刚发出来的。对那你们可以采收几次？啊，一粒菌包的话，大概是可以采收3到4次。所以通常大概21天这样，这个菌包3次咯，就可以换新的。对，就换新的。我们就把旧的菌包拿去循环，就是做成那个堆肥。那里面的物质是什么？里面呢，它其实有4种原料，那么有木屑、有玉米坑、甘蔗渣，还有那个 rice bran。然后把这些原料对不对掺在一起，混合放进菌包，然后拿去杀菌。杀菌过后才把那个菌种放在里面。对，是需要杀菌的。是 OK。哇，这个菌哦，颜色很特别，黄色。是我们其实还有多一个比较少见的粉红色的，我带你们去看一下。粉红色的。哦 OK， 好，谢谢。我们往那边走。 OK， 可以。哇。这个就是那个粉色的，我们叫做粉红蚝菇。哇，其实那个颜色很漂亮，而且看起来来好像花朵一样哦。可是它没有比那个金蚝菇来的脆，对吗？啊，对，它这个肉质比较饱满，所以它的口感是有点肉肉的，吃起来是肉肉的感觉。对，你们喜欢蟹条吗？有啊，它炒之后会有一点蟹条的味道。哦，所以它特别。那颜色也差不多一样。就是因为刚才这个坤友讲了，就是这种菌类最好不要生吃，因为在野外啊有很多野生的菌类是有毒的，但是呢，怎么样分辨有毒没有毒？其实是很难分辨。所以说，我们只要是在外面，不是自己种的我们尽量就不要去采它们，也不要去动它们，因为有些菌类，甚至你触碰它会发痒。所以这个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还是煮之后有点蟹肉的味道？是可以闻啊，有这个不可以吃，可以闻，你闻一下。很像什么？等一下，海鲜吗？会有一点。有，我本来一直在想，其实闻起来很像什么，可是像那个鱿鱼丝的味道。其实因为我们进来的时候，我发现到那个温度好像有点不一样，而且这里好像有一点暗啊，是不是有什么环境的这个讲究啊？对，种菇的话，其实第一它不需要太多阳光了我们这样子这是第一。第二，它需要很多水分。所以你会感觉到我们地上比较潮湿啊，对，然后还有空气啊，这些都是一些 factor 的，会影响它种植的过程了。所以你们现在这里的温度大概是保持在，我们尽量保持在28度左右。我也听说你们这里种植了一种很特别的菌类，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好，要很特别的啊。OK。这里就是我们最特别的一个菇，这个叫做金元菇，特别在它的口感、味道。当你炒的时候，对吗？它很滑、很嫩，而且这个菇带甜。哇，这样不是很适合煮汤？煮汤也是。菇不可貌相啊。所以黄叔叔，如果我要在家里种的话，要怎么种呢？我们有一个叫做那个 mushroom growing kit，所以这个 mushroom growing kit 你可以拿回家。只要在室内种，1天大概浇2-3次水，等差不多5到7天就可以了。哇！可是有没有什么讲究啊？就是要把它存在一个暗暗的地方吗？还是怎样的？不可以让太阳直接照射。对，所以你在室内可能客厅，在一个桌子下面就可以了。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你们在培植这些菌类是有没有怕那些什么害虫啊，寄生虫或是什么感染啊？是这样。会。我们很担心，因为我们农场是用无农药种植法，对，所以我们面临有时会有一些果蝇
所以我们采用的方式就是有一个yellow sticky tape，它会粘在那里。OK。所以你们接下来还有什么特别的蘑菇，要不要介绍给我们一下？还有啊，还有，我带你们去看，多特别的。我觉得这个已经够特别了。可是 OK， 既然你说有更特别的，我们走吧。走吧。来。这里就是我们的黑木耳。黑木耳可以摸一下吗？可以。而且是。那这种木耳跟我们市场上看到的那些黑木耳有什么不一样？有一点区别。这个的话，它的肉质会比较结实，胶质也会比较多，那么它营养也比较高。听说好像对我们的血管有好处是吗？对，它可以帮助软化血管。老年人适合。等一下我要多吃一点。OK。所以我的爸爸说，黑色的东西都很有营养，所以黑木耳是不是也很有营养呢？是它有一个美颜叫菌中之冠。哇，很特别。所以它有丰富的蛋白质、胡萝卜素、钙和铁。那通常它会花多长的时间才可以采收？木耳的话就不一样，它的种植期会比较长，需要大概3个星期左右。我们也知道这个木耳通常都是生长在那些比较冷的地方。那么我们新加坡为什么可以种木耳？这个的话，它是属于泰国品种的，名字也叫做白背黑木耳啦。这个品种适合在新加坡的这个天气。只有这种吗？目前我们实验的是这种。所以现在一看来应该是可以采收了，因为蛮大了，是不是？你们要不要试试看？可以啊，有机会啊。OK， 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帮忙采收一下。好，这一个给你，要穿上这个。所以等一下采收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技巧啊？我示范一下给你们看。好，所以直接从这里拔出来。用拇指压一下。对，压一下。然后当你拔出来的时候，就不要有任何的残留了，要不然它会腐烂。OK， 来，弟弟，你选一个。对。蛮简单哦，你这样一用力一下，它就会整个出来了。这个不要残留的，这个不要残留，这些都要拔出来。全部拔出来，对。OK， 好，来，谢谢你们，来放在这里就好。哇，你看我们4个人已经，4个人采一下就已经一大包了。对哦。好了，在这里今天就谢谢黄经理跟我们分享那么多关于菌类的这个知识。对，活到老学到老。不客气，谢谢你。来。所以今天呢，我们吃了3道跟牛有关的美食料理。第一道是传统的牛肉粉，第2道是创意料理牛骨髓，第3道是小孩子的那个 beef Wellington。幸好你讲对，不然我要重讲。OK 啦，所以我们各自要选我们喜欢的，对吗？不然1、2、3，我们直接举那个手指啦，可以的吗？我们1、2、3，一起来，来，1、2、3。哇！你知道，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弟弟选第1道？因为我觉得那个汤的药材味很好喝，很香。那你去喝肉骨茶也可以。没有啦，开玩笑。他喜欢那个药材的味道。对，那个药材的味道啦，不是里头的那个牛肉。你不是吃那个牛肉丸哦？牛肉丸也很好吃啊，可是我觉得那个汤比较重要。OK， 还不错，没有问我。我觉得你会选第1道的。为什么你最主要的？我跟你讲，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因为它勾起了我年轻时候的回忆。然后它的这个牛肉粉呢是很顺滑、很甜美的。OK。还有呢，几十年下来，它的做法跟它的味道还是秉承一样，所以他这份坚持啊，我就投他1票，我选1号。OK， 那我就没有选1号了。你知道我一定选第2号了，因为通常我吃牛骨髓啦，上面是没有加东西的。可是这一次呢，它加上了这个蜗牛，然后你知道他们加的那些香料里头呢，那个味道真的是非常浓郁啊。重点就是牛骨髓了，那个口感、那个香气在嘴里散发出来呢。我吃了1次，念念不忘啊！所以你今天被迷住了。对了，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有口福了，吃了那么多美食。而且我这个是第1次吃，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喜欢。所以我们今天呢是吃到很满足了。那我们3吃客下星期见。